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元。玩家社群反馈6月的终于来了，也是跟之前一样，这里准备了7个问题和回答。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又选择了什么重要的问题。首先第一个反馈，那些没有连接上的旗帜，也就是失效的旗帜，可以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让这些旗帜自动消失或者是不见、拆掉之类的。那其实我是可以理解这个玩家的想法，但是其实现在有不少的王国他们会以这个方式来卡这个位置，不要让敌方可以建旗帜成功。确实这种旗帜是真的很烦了，但是这种旗帜其实有一定的策略操作，所以我觉得移除掉可能不是什么好事。这一策划的答复这里说到，他们目前不会考虑这个功能，手动摧毁领土是游戏的基本部分所以他们还是希望玩家能够手动去拆掉，先燃烧了这个旗帜之后再摧毁掉。那确实如果是以官方的角度，他们是一定要这样子回答，毕竟这个是游戏的一部分嘛不过至少今天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答案。接着第二个答复，在副本活动赛罗利的危机是可以增加一些新的技能的，也是可以保持这个活动的新鲜度还有挑战性。不过希望可以创建那个弹出窗口或者是类似的东西，可以让玩家注意到他们已经更改了一些技能，或者是增加了一些技能，因为很多玩家都没有发现到增加了一些新的技能，而让他们直接加入游戏，或者是已经开始匹配，变得很难完成任务，很难挑战成功，从而导致让玩家感到沮丧还有粗鲁无礼。为什么他还用这个词？策划答复这个是很棒的建议，他们也理解这种挫败感，并考虑在未来的更新中增加这个计划。因为现在我们进入传奇模式的时候，其实还是可以看到这一次有什么技能啊，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应该是不会去点了。其实呢，技能就在我们画面上面而已，要点开没有很难啊又或者这个玩家想要传达的想法就是，如果这个技能出现之后会有什么一些特效之类的，可以让玩家透过技能特效去了解这个就是新增加的技能我们要怎样去解决。如果是那样增加窗口解释，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第三个反馈，请为朋友请求添加一个拒绝按钮，这个讲过很多遍了他们之前有讲过要开发，但是没有实际说过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增加这个按钮，因为有很多人一直申请啊，然后你又不能做什么东西，你只能添加好友而已，都不能拒绝别人。那官方这边的答复是他们计划在 1.0.84 版本中更新，现在我们的游戏版本是 1.0.83 版本，也就是说要等到下一次更新，下一次更新的话估计应该是在9月，差不多要接近周年庆了。第四个反馈，请为一些据点增加燃烧的时间还有修复的时间。这里说的是倒数计时啦，因为我们现在看旗帜还有看一些要塞都只是说它的耐久度还有多少而已，还有多久就要完全被摧毁，这一点就比较麻烦了，就变成有一些管理层呢，他们就必须要一直去计算，这个点燃了之后什么时候可以再点多一次，或者是自己要去计算时间，每一秒流失了多少的耐久度算到最后原来这个要8个小时之后才烧光，这个要2个小时之后才烧光，这个确实会蛮麻烦的，所以我也是蛮希望可以增加这个功能。策划答复，感谢你的建议，我们认识到了建筑物确实燃烧和维修的时间进行战争规划的价值，他们正在考虑在不久的将来未来更新中增加这个功能。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功能如果可以尽快增加的话就快点增加吧，其实管理层他们要做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如果可以让一些其他玩家看到的话，也可以减轻管理层的负担，让他们也不用做那么东西，又要打标记之类的，标记都不够用了。第5个反馈，删除可以锁定盟友的功能，因为当你锁定了敌人之后，他跳出那个窗口，你选择忽略掉的话，他之后就会直接攻击到自己的盟友了。讲到这个，可能有一些玩家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东西啊，就是说你在 KVK 的时候，你会跟其他的阵营合作嘛？当你跟其他阵营合作的时候，他们的颜色会变成黄色，但是你的部队依然可以攻击到你的盟友来自不同阵营了。当你们部队锁定到自己的盟友的时候，会跳出一个窗口，假设说你一点下去之后，你就肯定可以打到自己的盟友了。不过说真的，就算他不弹出这个窗口，你不点到这个窗口也好，之后你打团战的时候，你的队友在你隔壁，你一直打架不小心拉到自己的盟友的时候，都是会弹出那个窗口，是真的很烦了。我都不懂，明明都已经跟我的盟友合作了，为什么还可以锁定他？他是想要我们随时发生内战是不是？策划答复，他们知道如果在战斗期间不小心攻击到自己的盟友是令人沮丧又是沮丧，因为每次点击都会发出警告，所以他们正在考虑增加一个功能，可能类似像设置那样，你可以选择要不要攻击自己的盟友的一个按钮开关之类的。
但是这个功能需要时间慢慢去研发，所以不会这么快就出现在游戏之中，你们需要耐心等待。OK， 虽然这个答复不是准确的答复说有还是没有，但至少他这里给出的答复是有建设性的，就讲他们在研发当中有可能会出现，而不是回答哦我们考虑而已。之前看到最讨厌的回答就是我们会考虑。第6个反馈，缩小老玩家和新玩家之间的差距，需要加快新玩家的进度，这样可以让他们更好的跟老玩家竞争。虽然可能大多数玩家都没有感觉到了，但是其实在官方之前出的一些新的规划啊，新的一些更新之类的，其实都有考虑新玩家的感受。比方说推出更加多的阵型，还有包括之前有说要改的装备，结果没有改成。但其实这些方案好像都不太可行啊。我觉得对新玩家而言，可以更快的追上老玩家的进度的方法，或许就是让他们一加入游戏就可以获得征服赛季的统帅。当然我相信官方不会允许这样子的操作啦，或者是可以让他们在一开始可以更简单的获得某一些装备或者是军器之类的，可能可以更简单。但是我讲过了啦，这个游戏最大的缺点就是新玩家跟老玩家的差距很大，所以在国服那边才推出了官方的交易所，让一些新的玩家或者是追不上进度的玩家直接购买老玩家的账号追上进度。老实说，这个是很难去改变的事情，因为这个游戏一直在增加新的东西，增加更强的武器啊、装备、军器之类的，你要新玩家追上真的有点难度啦。因为如果老玩家玩了这么多年还是跟新玩家一样的话，这样为什么我要去玩这个游戏？策划答复，他们目前正在为这个问题设计解决方案，他们也理解新玩家的担忧。这个问题也是他们优先要解决的。那确实啦，因为现在老玩家越来越少了这个游戏的玩家越来越少了，所以他们需要增加多一些对新玩家友好的功能，才可以吸引到新玩家。像最近开发的新画质其实也是招募新玩家的第一步，但是我身为老玩家，其实我真的对新画质还好啦不是很喜欢了，它太亮了，太鲜艳了，太卡通了。第7个反馈也是最后一个反馈，添加一个功能，允许 R4、R5 在联盟或者是联盟聊天和邮件中固定消息。这里所说的应该是让管理层可以置顶他们的消息啊，就比方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对话框，因为有很多玩家我相信都不会去看邮件了，不会看聊天内容了而且聊天内容要一直翻上去很麻烦了。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小更新啦，我觉得官方要添加进去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策划答复，感谢你的建议，置顶信息确实可以改善联盟内沟通问题，因此他们正在考虑在未来的更新中增加这个功能。虽然这边说会考虑啦，但是我觉得大概率会更新啊，因为这个东西添加进游戏里面其实不会太困难。以上就是策划针对于玩家社群反馈的一些回答。这一次选择的问题我觉得好坏参半吧，也不是说全部都是不好的。也有看到一个问题是针对游戏核心啊，就比方说新玩家跟不上进度的问题，这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